各位屏幕前的老少爷们们，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年度盘点。新年伊始，先祝大家心想事成，玩具多多，爱啥都不中奖，看好你们哟！首先，老规矩叠加时间，每一年的节目都要重申，评选范围只在本频道这一年拍摄的玩具内容中进行选拔。毕竟咱没玩过的产品也入个榜单，那也未免太口蘑了。其次，评选时间从2024年度盘点算起至今，超出时间范围的，请参照去年节目。另外，作为个人 UP 主的年度评选，都只代表个人态度，均为主观意愿，保证绝对做不到公正客观。自然，每个人心中都有个年度榜单。如果和你看法相近，麻烦留个免费的赞。意见相悖，咱就当过年的消遣。当你把要求放低，就没那么多抱怨。毕竟，咋还不比春晚的语言节目好看？我的天哪！最佳变形金刚提名 ：AMT 热破、众筹版火马合体、钢铁之心、擎天柱、红蜘蛛、SS86 惊破天、C10 阿尔西、MPG 老鼠勇士。作为一款官方新系列的首发产品， AMT 热破的高素质显而易见，不论是用料涂装，都在官方的变形金刚产品中属于上乘水准。漫画造型的还原度非常棒，还在简约的步骤下变形成特别不错的车型。如果不是弯腰的通病，这款绝对是满分级作品。当然，1200块左右的定价也是劝退的主要理由。诞生于 TF2000 的火马合体，在我个人入坑期带来过不小的震撼。如今以众筹版回归的新设计，继承了老玩具优良的变形合体理念，又在新版本优化了一部分美型，增加了不少玩点。虽然并非 MP 级产品，但也极具收藏价值。无奈糟糕的品控做工，不同程度发黄的白色塑料，体现了代工厂注塑时的管理混乱。只要变形必损的腰部结构，展示出设计的重大失误和缩减成本偷胶的又一硬伤，只能让人觉得无比惋惜。官方蛇年的产品线，感觉将漫画的粉丝重视起来，甚至推出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钢铁之心。其中红蜘蛛和擎天柱的套装让人记忆非常深刻。漂亮的包装盒，复古的机设，在本不大的两款低级别产品中展现出漂亮的双形态、优秀的可动、简单流畅的变形结构、细节丰富的板件刻画，甚至头球空洞都有板子遮盖，确实非常难得。SS86 的惊破天并不是一款新玩具，但本就优秀的变形设计和还原的人物造型，在 SS86 线变相的再版，将涂装换成了更贴近的配色后，更是让这款玩具的素质锦上添花。附带的小飞船和领导模块项链，虽然没有涂装，至少还带在盒子里。非常精彩的 G 系列产品，自然也被炒到一个看不懂的价格。失落节点的 C 系列一直觉得属于官方没活硬整，吃透了老 G1 粉丝的圈钱系列，可没想到一款阿尔西圆了多少老 G1 粉丝的怨念。毕竟是 G1 老玩具，被当年所谓的政治正确砍到废案的设计。反观如今，捞回玩具本身，各方面素质其实也还不错。抛开情怀因素，谁会500-600买这个玩意儿？如果你是 BW 粉丝 ，MPG 的老鼠勇士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一款产品。第一，它是主角团不可或缺的角色；第二，人形伪装形态是目前最还原的老鼠，没有之一。丰富的细节、漂亮的涂装、伪装形态切换站立姿势，甚至包裹程度也是 MPBW 线数一数二的完整。当然，老鼠这角色避免不了包片设计。话说回来，你玩的是 BW 角色，还吐槽什么包片？另外，这款也是 MPG 线里个人最喜欢的一款。你说17 MPG 17，插出去。综上所述，2025年度最佳变形金刚玩具决定授予钢铁之心、擎天柱、红蜘蛛。这是一套我挑不出太多毛病的产品，从各方面都没有绝对的硬伤。如果不是尺寸太小、板件太薄，我都愿意称它为今年最完美的变形金刚。就算对比同系列的威震天大黄蜂套装，这款优势都是显而易见的。年度变形金刚玩具实至名归。获奖感言：明年那个牛车和天狗，看好你们哟！你这个人就是毒的很。最具性价比玩具提名 ：MD005 擎天柱。微双 MPP10 擎天柱、TC01 威震天、百威08擎天柱、AM 热破、
SS86 的擎天柱作为去年最佳变形金刚产品，各方面的表现毋庸置疑。可 MD 还能在本就很棒的产品上做出精进的改动，更记忆的头雕，更合理的面板分件，更精致的隐藏水口和更丰富的配件添加，用料、做工、变形手感甚至都不输官方原版。确实，这家作为一个 KO 厂，品质太高了。这个厂子一直是这个品类的钉子户。据小道消息，未来也将开发原创产品，摆脱 KO 头衔，值得大家拭目以待。MP10 擎天柱的伟大更是在圈内有口皆碑。谁提的 MPG17？ 插出去！在原有基础上放大加长腿部的 MPP10 也让当年的微将打响品牌。今年的微双版不仅完美复刻了，还增加了磁吸灯，甚至价格直降100块，199的定价简直防熊送礼加鞭。如果你再叠个券，100来块怎么买都值得飞起。同样作为去年最佳变形金刚提名的 SS 外传威震天 TC01 这次放大到特别恐怖的尺寸。当然，这个 TC 并非另一个第三方的厂牌，只是缩写重名。不过这版放大后增加了更加漂亮的大炮、大剑、流星锤等武器配件和灯光效果，本就素质优秀，就算放大也不失精彩。想要搭配外传擎天柱的话，这款也是个很有性价比的选择。KO 厂一向很会选题材，08动画的擎天柱在重置的这些角色中也是很棒的设计。百威向来以价格占领下沉市场，这次不仅增加全部 DNA 配件包，还在胸口改模上用了点心思，做出了更加08式的圆润效果。就算这改动你觉得不满意，面对几十块一套的售价，就算给官方原版当个配件包也值啊。前面的 AMT 热破能上提名，自然也代表了它确实优秀，优秀到出货当年就有2家 KO 厂盯上这款肥肉。AM 和 AT 将官方缩写还给拆开， AT 版增加了更多的合金零件，让质感增强， AM 版本却只是单纯复刻。可最关键 ，AM 修复了官方原版腰部歪轴的通病，把玩体验和用料材质也不错。塑料比起合金零件雕刻更精细，也更容易上漆，价格自然也降了很多。当然，对于一个 KO 产品，400-500的价格也不算便宜。也不得不提，自打这2家出货后，官方原版从炒起来高傲的价格也跌破9张，还是有些许功德的。综上所述，2025年度最具性价比玩具，我决定授予 MD005 擎天柱。这一款的优点已经无需多言，甚至可以推荐人手一盒。买过的都说好，同期竞品的 AS 版本虽然更早上市，有着更低廉的售价，但只要玩过，你便不会犹豫，心中自然有了选择。获奖感言就如同我的标题，做得很，但是比大家自己填空即可。牛逼！最佳小比例玩具提名 ：NA 战戟、NA 开路先锋、MS 嚎叫、MS 六面兽通天晓对决套、大将社计算王、银河玩具社威震天。小比例榜单 NA 和魔方自然也是老钉子户了，今年各自提名2套产品。首先 NA 的战戟和开路先锋，这2款都是秉承着 NA 的设计理念严选，在本应该存在的变形结构中做出不一样的玩法。好处是每次 NA 新品推出都让人新鲜感爆棚，不好的就是很容易跑偏，为了不一样的结构而妥协外观。但今年 NA 的产品中，战戟和开路先锋都在这其中找到了很好的平衡点。战戟的大脚丫和履带作为设计锚点，很好融入了变形的全新体验。开路先锋更是在人形和车型都找到了完美答案，尤其腿部设计的简单切换、完美藏轮，堪称小比例教科书级别。魔方今年的舞龙终于完结，最后的嚎叫更是在本家这个系列中最好的恐龙。魔方家设计理念是在小比例尺寸做到极致可动和还原，在嚎叫身上体现出来的也是各角度的遮盖和人形腿部的质量转换。六面兽和通天晓作为对决套装推出，也在小尺寸上尽可能的还原出动画中的各种形象。其实这2款就算直接放大到 MP 身高，也不输一些其他第三方产品。尼龙奠定了可以在小尺寸上耍流氓分件的基础，所以分起件来也是为所欲为。
在如今小比例市场继二态势下，还能分出一杯羹。大疆社用一套计算网也硬挤出一条自己的路，每个单体的设计都很有想法，合体的效果也还不错。虽然最终也用了配件完成合体，至少配件也有一些变形互动的方式。其实最关键的还是售价能做到相对亲民，和计算网题材的缺失，让市场也有一定的占有量。去年一年是极小市场井喷的一年，吴医生和银河玩具社在更极限的尺寸下都出品了非常多的相关角色，这其中银河的威震天绝对是不可忽视的存在。更小的尺寸限制了更少的零件数，在这些条条框框的限制下还能做出简单变形，还原老威的2个不错形态，实属难得。可惜后续品控问题让这款十分惋惜，好在后续厂商的售后态度相当不错，免费替换裤衩赢回不少口碑。综上所述，最佳小比例玩具决定授予 MS 六面兽通天晓对决套。之所以选了魔方对决套装，也是因为通天晓和六面兽之间很难抉择哪款更优秀，而作为套装形式的发售，又产生了1+1大于2的化学反应。作为魔方家2025年度收官的作品，可以说给这一年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，实至名归。获奖感言：你敢不敢把六面兽放大到 MP 身高？真是叫人喜欢呀！最佳原创玩具提名：太去玄痴、炫卡斗士重轨巨神、迷你特工队暴龙战炫王、金刚帝王龙、原野魔丸运20。太去的这个系列浓缩了强烈的黑苹果设计风格，极致还原的伪装形态，一体收纳的武器配件，复杂的结构和真实联动的零件，让055大驱在变形过后又显得那么合理。超真实系的机甲设计，精美的涂装和天花板级的工艺，国之重器到了魔丸圈也是今年的 T0梯队。炫卡斗士是我今年新入坑的一个系列，仗着孩子名义玩到1-2款后，果断入了第2季全部角色。尤其这其中的重轨巨神，绝对是今年的出圈神作，甚至将许多不关注炫卡的玩家都吸引过来，可以说是炫卡斗士2025最大功臣。在国代修复了韩版肩膀缺陷的问题后，更加推荐相对价格实惠的国代版。之所以说相对，看看从银翼骑士开始，展高这个代理，你就说该不该骂吧。从战警王让我关注了神勇工作室，从炫卡斗士让我对这个工作室的热情更高，从勇者精神的延续到扎实的用料、清脆的齿轮，我越来越喜欢韩国这个设计团队。今年要说比重轨巨神更出圈的，必须掏出暴龙战炫王和金刚帝王龙。如果说炫卡是勇者精神续作，迷你特工队便是战队最好的致敬者。2套都是我今年非常喜欢的产品，还真不好抉择。原野魔丸的运20也是一款让我非常意外的产品，飞机形态的完成度还是很不错的，也在并不复杂的结构下变出一个非常沙扎比的人形。售价不贵，做工可以，只是在变形过程中肩膀绊着的地方挺难操作，但综合素质也是一款非常不错的产品，值得一玩。综上所述，今年的最佳原创玩具，我决定颁给迷你特工队暴龙战炫王。在这款和重轨巨神间，我也是斟酌了很久，毕竟重轨的设计太精彩了，造型也更加华丽，但考虑到近1倍的售价对比，我还是毫不犹豫给了暴龙战炫王。惊奇和瑞的亲民路线仅需不到200块，而下沉市场的酷玩版更是直接便宜到100元内。获奖感言：展高你看看人家。我需要你的肯定吗？最佳重涂玩具提名 BW 40周年白狮擎天柱、机械入侵黄色大力神、一丸天开太天。遗产的这款白狮设计非常戳我的喜好点，不仅在简单的结构中还原双形态，还能用更巧妙的设计将把玩乐趣提升。但终究奇葩的狗头让这款拉了不少分数。40周年的日版终于将这唯一缺陷修正，更还原动画的可爱造型，全身更精美的涂装，无奈品控依旧堪忧。机械入侵大力神是去年最佳第3方产品，各种优点已经说了太多。大力神角色只要出肯定会重涂黄色，并且加入警示条纹后细节更加丰富，也在这套精彩的设计上锦上添花。
亿万天开泰格也是去年的提名款，今年重涂的泰天版本加入新头雕臂炮，终究还是改成了坦克威。二战的题材配合威震天的重涂，依旧是那么相得益彰。综上所述，今年最佳重涂玩具决定颁给 BW40周年白狮擎天柱。如果说之前的遗产版让人遗憾，这次的40周年已经堪称完美。甚至在我心中，这款是碾压 MP 白狮的存在，毛发纹理的手感和流畅把玩的变形，将其称为目前史上最强白狮也毫不为过。获奖感言：但凡官方有个好品控，这款都将是年度产品角逐者。你小子肯定又在骂街是不是啊？哪个狗日的打我小报告？最佳外观设计提名：戴亚克隆 DA110、DA111 怒吼美洲豹、炫卡斗士刚臂力士、泰趣玄痴、梦星脱斗、AMT 热破。作为 TT 本社最强产品线，戴亚克隆今年一套反派机甲深得我心，瓦洛达军团那种阴森的画风更是在这套产品上展现的淋漓尽致。帅气的骑士与巨大美洲豹的合体，在每一个细节上展现着官方设计团队的美术功底，反派的画风总是那么让人着迷。如果说炫卡斗是最早的破圈产品，刚臂力士绝对是100元内神作，至今还有不少重涂达人用这款做基础，魔改出各式机甲角色，尤其作为擎天柱，在各种大佬的笔下，真正做到了底子好，怎么改都有型。泰趣055在此提名，得益于不仅舰船完美还原，人形还仿造明代铠甲，构建整体效果，在美工方面十分考究，配以大枪和披风，最终所完成效果宛若戚继光机械降神，威压感和气势也让人热血澎湃。大力神合体中，脱斗是一个很容易做崩的设计难点，尤其还是在无配件合体的情况下，一不小心就做成宽大的体型，搭配其他角色自然不好看。难得的是，这次梦星在脱斗上做到了3形态都能兼顾的同时，人形还是个非常正的身材比例。如今内卷严重的第三方市场，梦星的外观设计也绝对是数一数二。钢铁机神这个系列主打的就是外观，让你第一眼看到就走不动道的美术功底，将这款漫画热破的帅气程度再次拔高。当人们还在称赞千之恋的外观时， TT 用自己的设计团队告诉迷友，可变形的我也能做这么帅。综上所述，最佳外观设计我决定颁给梦星大力神脱斗。从大无畏到大力神，梦星的做工和品质也在稳步提升。这次的大力神还能融入警车的双形态，和用配件凭空组一个威震天，实力不容小觑。获奖感言：毕竟是3变，还能把3个形态都做好，难度更高。就算你真能答对那3个谜，你也不能取它。最佳改模设计提名：蘑菇头通天晓、百威钢鞭、百威隐匿大黄蜂、齿轮工厂害翼。去年在玩大头擎天柱的时候就研究出变头的玩法，今年蘑菇头更是直接推出通天晓，不过目前还只在车头上半身。其实如果把这款定义为改模有点牵强，感觉它才是本体，擎天柱却是重涂，但完成的效果二哥头也是非常棒的。百威的钢鞭是个很神奇的存在，在原有基础上的改模幅度非常大，甚至加入了2孝子之剑，最终的完成效果也算填补了这个尺寸变似恐龙的缺失，但改模还略显生涩，一些结构设计并不成熟，胜在独一份。隐匿大黄蜂的设计是 B 站某大佬的作品，百威买下设计后的量产版让人眼前一亮，脱胎于 SS， 但在结构上有了更好的处理方式。如果做成原色版，感觉会让销量增加不少，毕竟隐匿风的人气还是有所局限的。如果说 TFP 的害翼是 RID 2版中中上水准，那齿轮工厂又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放大和改模可谓锦上添花，更适合搭配比例的尺寸，同时解决了飞机底盘的方胯和拳头露出，更还原的腿部尾翼造型和更接近的颜色调配，但融入金属粉的注塑还是避免不了大面积的水纹，如果能上一层漆面，那效果将是绝杀。综上所述，本次最佳改模设计我决定颁给齿轮工厂害翼。
一款让 TFP 害意换血重生的作品，改模都切入在玩家的痛点上。这是一家懂 TFP 迷友的厂商，就像之前的评价，专业的事情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，也希望这家尽快将 TFP 的角色陆续出全。获奖感言 ：TFP 就是我个人主观喜好，领袖之证就值那个黑幕。兔崽子，越说越来劲了是吧？啊！最佳变形结构设计提名 ：UT 毒刺、玩具仔大黄蜂、欧叉铲土机、叉社惊破天。在第三方电影圈 ，UT 总是那个让人钦佩的厂商。官方对于电影角色塑造大多车包人的框架 ，UT 从第一款禁闭开始就一反常态做人包车。这次的毒刺更是能在两形态精彩的造型中融入飞轮一体变形收纳，可代价也是飞轮你得一根根翻转尖刺，且这次的变形干涉有些严重。新厂出神作是变完全经常出现的情况。去年一款玩具仔大黄蜂的横空出世，重写了电影大黄蜂的本体架构。谁能想到在车门的夹缝中还要藏零件的空间利用，完美零背包的还原中还融入变形后的分段式龙虾背。造型可动变形都是集大成之作，可惜出版断件危机影响了销量，好在良好及时的售后态度也挽回不少口碑。欧叉的合体金刚设计理念秉承无配件一体合体，之前的几款其实为了美型还是得上配件包，但这次毕竟做的是大力神，最适合做一体的情况下，欧叉在首款铲土机交出了一份让人非常欣慰的答案。精巧的结构设计融入了让人惊喜的爆甲轮，铲土机的受欢迎程度可见炒起来的价格，但第二款搅拌机却似乎并没有维持之前的态势。感觉叉社跟这个奖项一直没啥相关，但今年的一款惊破天也确实做到了情理之中意料之外。在把双形态做好的同时，破天荒的设计成左右不对称的变形风格，一体变形的臂炮也让惊破天这个角色的设计方向有了新的突破。它并没有设计得多好，但是勇于创新的风格值得一个提名，更何况它还能变那个啥。是不是特不正常？什么呀？综上所述，今年的最佳变形结构设计将授予欧叉大力神铲土机。简约的变形，用里外翻转做身体，就冲合体形态的铲斗脚趾切换，也在最简单的操作下达成挑战。但凡尺寸再大一些，绝对能加入50公分的大力神混战。在巧妙的逻辑设计中，还能做到超越叉社的丑还原。之所以超越玩具仔大黄蜂，一是品控，二是合体成员，三变设计难度还要更高些。获奖感言：但愿不是开局即巅峰，期待后续角色的精彩表现。我还是很看好你的。我不听！最复杂变形设计提名：太去歼16、FM 铁皮救护车、FT 飞天虎。想要形态还原，还要细节丰富，便摆脱不了变形结构复杂。太去便是这里非常极端的例子。歼16做到了轻薄肌腹、层次感非常分明的人形，用真实机头拆分重组的胸口，它变形的帅吗？非常帅。人形甚至超越了前作歼20，但换来的是比歼20更复杂的变形机构。铁皮救护车本就是同一个模具 ，FM 这次在这个角色上不仅做出了两形态很好的兼容性，还在车顶做出了可选择性拆分，还原记忆玩具的战斗平台。大量的连杆和卡扣让拼合完整后的缝隙严丝合缝，但拆分过程也十分痛苦。取舍之间 ，FM 终将还是妥协了变形体验。去年 FT 终于完成了横跨多个年头的飞天虎组合，4支成员除开打击外，3个小车的变形体验都还简单流畅。但到了合体阶段，新加入的2段车厢，整个合体框架和面板与不同合体形态的转换，单一个车厢的变形难度就劝退不少人，更何况汽车大师的本体变形难度也并不容易。综上所述，本年度最复杂变形设计奖决定颁给 FT 飞天虎。如果说前几个提名只是单一难度的复杂， FT 飞天虎作为合体金刚还要在这之上乘以6。
复杂程度自然呈指数级上升，换来的却是精美的外观、双形态还原、重修的美型和巨大尺寸的震撼，但终究鱼与熊掌不可兼得。获奖感言：玩一圈你就说减不减肥吧，口味也太挑剔了。最佳第三方产品提名 ：BT 钢边、梦星搅拌机、FT 2.0 精破天、MS 通天晓。去年越来越多的第三方厂商做出了可变形铁基巧封产品 ，BT 的计算王也率先推出手臂成员钢边。这款产品在各方面的综合素质都能保证很高水准的前提下，又让计算王这个稀缺的题材终于在大比例合体中看到了希望。并不复杂的结构变出铅味十足的造型，最终合体效果也让人浮想联翩。又是梦星的提名，又是这套大力神。这次的搅拌机在变形结构上展现了更多的亮点，质量转换的压缩将滚筒和驾驶室在人形状态很好的收纳，合体形态又有非常稳固的多维度支撑。从单体成员可见这次大力神的用心之处。老 FT 在今年也算整出套王炸，曾经自己断崖式领先的精破天，在多年后推翻重置到 2.0 版本，进行了再一次的迭代升级。不仅在造型方面更加细致地还原动画每一个曲线，伪装形态还解决了 1.0 时期手臂支撑，甚至变形结构也相比 1.0 更加简便。如果说官方擎天柱有 MP01 到10的迭代，再到44的还原，第三方自有 FT 的精破天从 1.0 到 2.0 的完善。刚才谁又飘过去个 MPG17？ 插出去！今年最棒的小伟力产品莫过于魔方的对决套装。虽说六面兽并不输大比例的概念，但终究变形几个形态太过复杂，可通天晓的变形难度就显得刚刚好，刚刚好还原了身形的曲线，刚刚好兼顾了背包的还原，刚刚好完成了车型的转换，刚刚好还能和自家的小车比例成全，一切都那么刚刚好的通天晓，一份精彩的答卷。魔方年底之作完美收官。综上所述，今年最佳第三方产品将授予 FT 2.0 精破天。人们总说最难打败的敌人是自己，最难超越的辉煌是昨天。完全推翻重置是一种态度，也是一种勇气。而本次 2.0 的精破天更是做到高起点再跨越。从官方到第三方，今年出了很多很好的精破天产品，但 FT 的 2.0 用它超高的品质证明，这就是目前最强精破天。获奖感言：能打败 FT 的只有 FT 自己。杨爷又不大好了，又咋的了？孙悟空给他师傅往那地府烧纸呢。啥？菩提老祖死了？谁他妈杀得动啊？在本次颁奖典礼即将迎来尾声的重头戏之前，还要颁发一个特殊的奖项。这是一套横跨2025年的产品，它在当年便完成了最终合体。它出自我曾经最信赖的设计师，他便是2025年度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 SS86 大力神。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一套让我彻底无语的合体金刚，我从第一款玩到后的懵逼，到最终完成合体的彻底迷茫。脱胎于 IDW 的缩小改模，加了裤衩也没兼顾脱斗的粗壮。从单体到合体的身材崩坏，还在背后加了一坨不可名状。一个我曾经厚着脸皮吹嘘的设计师，熬出一锅集所有缺点于一身的大翔。就算啃自己的功劳簿，也没见过这么摆烂张狂。更在看到后续的混天豹后，心情更加低落哀伤。这还是曾经那个铸造 MP 2.0 的辉煌，这还是简约结构、逐帧变形之王。眼见处不过是故人依旧，白发苍茫。老骥伏不了枥，廉颇吃不动粮。叹只叹岁月转世，人老珠黄。爱过碰过，一笑荒唐。满嘴顺口溜，你得想考研呀。那么最后的大奖揭晓时间，获得2025年度最佳魔玩产品的提名四天王分别是钢铁机神热破、炫卡斗士重轨巨神、FT 2.0 精破天、迷你特工队暴龙战炫王。年度大奖花落谁家？我们先进一段广告。
今年准备升级设备，换个新相机拍摄 4K 高清素材。我选的大疆 Action 6作为新的拍摄设备，它全新升级的2至 4.0 可变光圈，在运动相机领域可谓开创先河。但我发现这破玩意儿近距离拍细节根本聚不了焦，上网一看，一个微距镜头卖他娘700多。那么这时候就有人问了，我旧相机换下来怎么处理的？我在网上无意中看到了个专业平台，打个电话就有专人上门帮我砸了，可使劲了，砸得稀碎稀碎的，放心吧。那么最后的大奖揭晓时间，2025年度最佳魔玩大奖是迷你特工队暴龙战旋王。或许这么多年的视频拍摄，我早已对一款变形玩具形成一种固定评价思维，盲目追求变形体验和造型还原，纠结每个关节活动的范围，又或在意每个卡扣、每个受力结构是否合理，却忘记了玩具本该带给我们的是什么。我很久没有这么期待过一款产品的国代版，也很久没在下单后迫不及待地等待快递。和孩子坐在客厅地上一起摆弄的亲子时光，它让我找回了纯粹把玩的快乐。它是很幼稚，它只是一款面向孩子的玩具，但谁还不是30-40个月的孩子呢？我太爱它了，我也太喜欢神勇工作室了。但我还是想说，神勇还是做自己的 IP 吧，真正要做自合体，能力就差点意思了。那么以上便是本频道2025年度玩具大赏。本期文案8580字，又是一个大工程。每天熬夜写文案，写到肩颈酸痛，苦不堪言。这个时候就需要我自己敲敲，我就自己敲敲。我路边2元店买了个小锤锤，可舒服，可得劲儿，就这么敲，我就这么敲。今年的盘点咱们就到这里，最后还是要感谢各位1年以来的支持与鼓励。吉祥话说的人太多，咱就不那么俗套了。我就祝各位在新的一年马上牛逼，咱们明年的年度玩具大赏再见。谢谢朋友们。